嗨，你好，欢迎来到Ann亲子书房练习曲。一年又要过去了，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啊，我们想邀请你用一个很温柔，但其实也很有力量的方式，陪着孩子，把这匆匆走过的一年，好好的、温暖的收进心里面。你知道吗？每到年底，我们好像都会很自然地问孩子：“你今年过得怎么样啊？”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对孩子来说却常常很难回答，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一年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学校的功课啊、考试的压力啊，还有好多来自我们大人这里要改进，那里要加油的提醒给填满了。而那些真正闪闪发光的，那些被温柔陪伴、被真心看见、打从心底觉得快乐的时刻，反而很容易就被这些日常的忙碌跟压力不知不觉的就推到记忆的角落去了。结果呢，当我们回头看这一整年，脑袋里剩下的好像常常就是一片模糊的应该跟责任。几天前啊，我就跟我的孩子一起做了个小小的记忆练习。我问他，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我们为了帮你庆生，去住了一间很特别的饭店？一开始啊，他皱着眉头想了很久很久，最后才挤出一句，好像有这回事。你知道吗？那个瞬间我们两个都卡住了。真的不是因为那段回忆不美好哦，而是因为如果没有刻意去打捞，我们的记忆真的就这样静静地沉在时间的海底了。不过我们没有放弃，就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好像在玩拼图一样。我先丢出一个小碎片，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好像在顶楼吃东西。他听了，眼睛突然一亮，慢慢的他想起来了。他说，对，我在饭店的游戏室认识了新朋友，我们一起玩了好久。他的记忆也叫醒了我的记忆，我想起来，没错，我们在顶楼吃宵夜的时候，还看到好多蝙蝠在天上飞。他接着就很兴奋地说，对，还有那个超大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连在游泳池边脚不小心刮到一个小伤口，我们窝在大厅沙发一起分享饼干的画面，这些我们都以为早就忘记的小事情，全部都一个一个清晰地浮现了。你知道吗？这个过程最宝贵的地方，从来都不是要找到什么标准答案，也不是要比赛谁记得比较清楚，而是当我们愿意专心地坐下来，一起把那些被时间盖住的画面，温柔地、慢慢地擦亮，那种重新连接在一起的感觉，这份在共创回忆中感受到的温暖，它本身就是这一年里最值得被记住的礼物。好的，那在今天的分享里，我们会一起走过这几个部分。首先，我们会聊聊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好像天生就比较容易记住辛苦的事。接着，我会跟你分享一个非常具体可行的活动，叫做年度实践美好回忆。再来，我们会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这个简单的练习为什么对孩子的内在有这么强大的滋养效果。最后，我们会一起看看这要如何成为一份能送给孩子通往未来最温暖的礼物。对了，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温柔提醒要亲自分享给你。好的，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部分开始，关于我们这一年的问题。为什么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总结报告里辛苦的篇幅好像总是比快乐的篇幅来得更多呢？在很多充满爱的家庭里，年末的亲子对话常常会不自觉地围绕着明年哪里可以做得更好，要更努力克服哪些缺点。这些当然都是出于善意，希望孩子成长嘛。但是如果我们给孩子的一年总结总是停在这些待办事项还修正清单上，那么在孩子的心中，他对自己的注解就很可能会变成是，我好像总是一个需要被修正的人。他不是没有美好的生命经验，而是这些美好的经验从来没有机会被好好的看见，被好好的诉说，被好好的珍藏起来。
所以我想跟你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却有无比力量的活动，我把它叫做年度10件美好回忆。它不需要任何复杂的道具，却可以成为你们家里每年一个最温暖、最被期待的年末仪式。你需要准备的东西真的非常简单，就一张你喜欢的纸或是一本笔记本，几支彩色笔或铅笔，然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一段不被打扰、完全不赶时间的专属时光，大概30到40分钟就很够了。进行的步骤有3个，而且每一步都围绕着温柔这个核心。第一步，由我们大人先开始分享，这是一个温暖的邀请。第二步，温柔的邀请孩子也一起来回想看看。第3步，让孩子用他自己最喜欢、最舒服的方式，把这些回忆记录下来。好，现在让我来一步一步的拆解给你看。第一步，由你先分享，这是最关键的起手式，因为这一步是在为整个活动定调。你可以试着分享一些非常微小的瞬间，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傍晚去公园散步，那天的夕阳好美，我们一起安静地看了很久，那个时刻我心里觉得好平静。或是我想到有一次我工作很累回到家，你什么都没说就跑过来抱住我，那个拥抱给了我好大的力量。你的分享就是在温柔地告诉孩子，我们现在要找的美好不一定是要考第1名或去了多厉害的地方，它可以是任何一个曾经真实触动过我们内心的温暖片段。当你分享了1、2个之后，就可以温柔地邀请孩子。那换你慢慢想一想，不用急，也不用一次想到10个，只要想到一个，任何一个让你觉得开心或温暖的小事，我们就可以把它写下来。他可能会说出生日派对、一次旅行，也可能只是跟同学一起玩鬼抓人。无论他想到什么，我们的任务就是专注的聆听，不去评断，不去比较，也不去排序，让他用一句话、一个关键字，甚至只是一个小小的图案，把他想到的记录下来。当这张清单慢慢完成时，孩子的心里会升起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力的感觉，那就是这是我亲身走过的1年，它是有重量、有故事的。好的，这个看似只是聊天、写字的温馨活动，它的背后其实有非常深刻的儿童心理学根据。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这么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这么深远的帮助。首先是为了平衡我们大脑天生的负向偏误。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为了生存，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对负面、危险的讯息特别敏感，也记得特别牢。这就像是美好的经验像水珠滴在铁氟龙锅上，咻一下就滑过去了。但挫折或受伤的经验却像是魔鬼毡，会紧紧地粘在我们脑中。而这个回忆美好的练习，就像是我们刻意的在为大脑的记忆系统做一次温柔的平衡校正，告诉大脑，嘿，除了那些挑战，这1年其实还有这么多值得记住的美好。这能有效地降低焦虑，建立更平衡的自我观感。第2点，它能大幅提升孩子的自我效能感。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学术哦，但它指的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念，叫做我相信我做得到。而这种宝贵的信念，并不是来自于空泛的赞美，而是来自于一次又一次可以被回想起来的、被别人看见的努力与成功经验。当孩子回想起我学会骑脚踏车了，我跟朋友和好了，他其实就在自己的心里为未来所有未知的挑战存入了一笔又一笔叫做勇气的存款。第3，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情绪调节练习。在回想跟说出来的过程中，孩子不只是在回忆事件的经过，他更是在练习辨识、命名并且表达自己当时的感受。我那时候觉得好骄傲，我好开心，我觉得很有趣。这个练习能帮助孩子建立更丰富的情绪词汇库，让他更能理解自己，也更能同理他人。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专注地聆听他的感受时，我们之间那条亲子连结的线就在无形中被拉得更近、更强韧了。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点，这是在帮助孩子整合他对自己的自我概念，也就是回答我是谁这个生命最重要的问题。当这些原本零散漂浮在各处的美好记忆片段被我们温柔地串联起来，成为一本专属于我的年度故事集时，孩子的心理安全感和自我肯定感就会得到巨大的强化。他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故事、有厚度、有价值的人，而不是一个只有缺点需要被修正的集合体。所以你看，这个小小的年末活动，它真的不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它其实是一份你能送给孩子最珍贵也最温柔的一份通往未来的礼物。而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要给你的温柔提醒。这个温柔的提醒就是，这份礼物其实是双向的。在我们陪伴孩子回顾的同时，我们自己的心也被疗愈了。这份礼物会在孩子心里种下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念：我不是由我的缺点或失败来定义的，我是由我真实活过的那些闪闪发光的瞬间所构成的。这个信念不会过期，它会在未来许许多多孩子感到迷惘或挫折的时刻，成为内心最温柔也最坚实的依靠。因为当过去的一年被我们如此温柔地对待，被好好地尊重，被完整地收纳起来之后，孩子才有足够的心理能量去走出更安稳、更笃定的下一步。他会知道，原来我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原来我的行囊里已经装了这么多美好的宝物，我并不是一无所有。好的，在这一次分享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礼拜就可以马上开始的温柔练习。这个练习非常简单，就只是为彼此空下30分钟，泡杯热茶或准备一点小点心，舒服地跟孩子坐下来，不用给自己一定要完成10件的压力，就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在我们共同度过的这一年里，你有没有记得哪一件让你觉得很美好的事？就从那个故事开始，慢慢的、温柔的聊开来。如果你喜欢这样温柔而深刻，并且结合了心理学智慧的陪伴练习，也诚挚的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M 亲子书房练习曲。我们会在这里持续分享更多能够滋养你和孩子心灵的方法。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